各位伙伴大家好，今天要帮各位介绍一下平常如果说我们要选简报器的时候，大家会怎么挑呢？正所谓工欲善其事啊，必先利其器。那我自己身为一个简报讲师，说实在话还真的就是上下课的时候都会有同学或者是公司问我说，老师你为什么要买这支简报笔啊？可不可以推荐我们公司啊？我们的预算是怎样怎样？各位放心，今天没有业配啊，当然很欢迎这个简报器的厂商来业配哈。好，那个我提供我的看法啦，这个没有什么对错，就是我一家之言，提供各位参考。通常我会看几个地方，这是第一层。第一层呢，我自己是觉得这三个一定都要有，就是如果这三个缺一个的话，我就不会买这支简报器。第一个呢，那一定要用锂电池充电，可以重复充电的不要再像以前那种比较老式的会装我记得是4号电池2颗那其实蛮不环保的，而且是常常换电池很麻烦。第二个呢，因为我们 notebook 现在顶多就是2个 Type A 的接头，然后再顶多再加个2个 Type C， 不然你要再加一些扩充槽。通常4个里面我建议啦，如果可以有的话，最好是双头龙接头，就 Type C 跟 Type A 都可以用，这样你的用的弹性会比较大一点。第三个，因为我讲课常常会有音乐啊，或者要放那个影片，那声音要调整，那我建议是音量一定要能够控制的，就用简报器来控制是最好。如果说它控制是用按键控制就更棒因为现在很多都是用手势控制，手势控制就没办法微调。虽然说有也不错，但是我觉得还是按键的是最好。如果可以全部都有的话，是最棒。第二层是我认为有的话加分加不少啦。第一个价格越低越好，这不用讲嘛，CP 值越高越好。下一个雷射笔这个见仁见智啦，因为现在雷射笔基本上简报器应该都会有雷射笔既然都一定会有，不管你要不要用嘛既然一定都有，那当然是滤光比较好，至少比较亮嘛。下一个呢，机壳的部分，这个我倒是真的蛮建议的如果可以选的话，最好是选这种铝合金的机壳，不要再像以前比较旧的是用塑胶机壳，或者是那个就还有一些还会加点那个有点感觉像绒布边的那个都不建议。为什么呢？因为像你看我有时候讲课一天6到7个小时，手多少会有手汗，不管你擦得再怎么干净，那个日积月累下来那个我不知道是橡胶会退化还是怎么会裂化，它就是会稍微变得黏黏的，怎么擦都擦不掉。我觉得很不喜欢那种感觉，所以最好是铝合金的，而且摸起来质感真的是比较好，而且也比较轻一点。好，那这一个如果有的话是最好，就不要再挑充电线，因为我买过很多支简报笔，有些简报笔它可能比较老旧一点，有些充电线它可以充，但是另外几条比较新的充电线它就不支援了，这可能是充电的那个协定没办法沟通，还是怎么样。那当然是那个最好这种简报器还可以支援快充线就更棒了。好，那这第二层我是建议是有是最棒有如果真的没有，缺个1-2个我觉得还好。下一个呢就是提供参考，就是选配服务啦。选配服务，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聚光灯的遮罩。虽然说我自己是比较喜欢自己用布尔运算来做，但是如果有的话，学员有时候需要嘛，那用聚光灯遮罩是蛮不错的。第二个呢，数位雷射笔，这个我觉得就比较重要一点。有时候雷射笔不见得会用到，但是有时候你真的要指哪些地方的时候，雷射笔真的是还是蛮方便的，至少一指就看得到。但是因为现在很多公司它的设备比较好一点，它可能是用那个电视机或就是液晶电视。液晶电视很亮，那个不管你是绿光还是红光，你雷射笔打在它萤幕上面基本上都看不到，所以这个时候数位雷射笔是比较方便一点。第三个，放大镜效果，这个就可有可无了，但是通常这3个东西都是一起送了。那我这边后面介绍就统称为数位3宝好了数位3宝。下一个呢，这个我就觉得有是最好的，就是按键有些按键真的很硬，然后它按的那个回馈感会很差，有时候甚至那个按键会卡住所以按键的回馈感还蛮重要的。就是现在变成说我在选简报器，虽然说没办法压啦，因为你在买的时候你根本看不到嘛，但是如果在使用上那回馈感越棒是越好啦。我待会这个分享一下，就是我买的这几支简报器哪一支回馈感比较好，或者哪支回馈感是比较差，甚至会卡住键盘的那个我就比较不建议。好，下一个就真的是选配啦。
有些那个现在那科技越来越进步了，有些那个可以当录音笔，直接录音哦，就是你在讲课的时候直接录音，然后呢，它在底下就直接会出现那个字幕，因为之前疫情的时代，这样子直接会有字幕，人家就可以直接看，是现场即时哦，现场即时。虽然说翻译的效果不见得很好，但是呢，这个聊胜于无啦。不过这对我来讲，我是没有什么特别需求，这个是有很好这种选配的，还有一些那个按键可以自己定义啊，说我不想要这个按键是往下一页，我想要变成大声小声，也是有也是有。那第三层就是看各位如果有需求的话，有当然是最好啦。好，这总共我们待会就用这几个地方来看就是我买的这些简报笔，我们回顾一下那些年我曾经用过的简报笔，就是目前我手上还有的，然后呢已经比较久之前的可能已经丢掉，就没有出现。这是我目前手上还有的啊，这几支也确实都还可以用确实都还可以用。我算还保养的不错这样子。好，那各位看这个画面就知道，按照外形来看，就是有世代的差异的，对不对？有比较之前的世代跟比较新的，我们就统称为叫次世代好了。好，我们看这个前面的世代各位发现它就比较厚那个机身就比较厚，为什么？因为它要装电池，就是那个4号电池，小颗的那种4号电池，通常装2颗，这个就比较重。好，那即使它就是塑胶机壳，为什么刚才说铝合金理论上来讲比塑胶还重？为什么？可是为什么最后会变得比较轻？因为它那个锂电池比较小嘛，然后而且重量也没有那么重。那2个4号电池我说实在话，讲一天你这样子一直拿着，那个重量其实还是或多或少还是有，所以我建议呢，最好这种比较之前的就不要再用了哈。好，我们看一下这个比较新的世代，有没有发现？光看外形就知道，这应该都是用锂电池来充电的，所以它就可以做的比较薄。那我们时间有限，我们就介绍比较新的这5支。好，这5支。对了，这个动画效果未来会教了，就是陀螺转这种动画效果。好，那我们先看第一支吧，就是我最早转成次世代的第一支使用的，也陪我用了很久的。这支叫做霍克，就老鹰了，霍克 G600。然后这支我当时好像是 PC 后买的，我查了一下大概是新台币1600啦，1600。那它是用 Type A 的接头，它不是双头龙。那因为刚跨入次世代，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它会挑线。各位示范给各位看，你看现在可以充电哦，红线可以充电，我现在换黑线，黑线就不能充电了。那它就不会亮，就不能充电。好，我现在换贝斯的，就是我现在用的其中一支贝斯的。你看黑线可以充电，那我们看红线，它会不会挑红线？比较旧的线，它有没有挑？它也可以充电哦，各位。好，那我现在再回到霍克 G600， 黑线就是不能充，那比较新的线它就是充不了所以我还要留下那个比较旧的线。这是它其中一个小缺点啦，但是我换掉它不是因为这种充电的问题，而是它有一个非常非常致命的缺点。我上课常常被它干扰，就是它的按键回馈感非常的差。也就是说因为这个是往下一页嘛，这个东西一压，各位有没有发现它的按键离它的机壳其实贴得蛮紧的？我不知道是后面它弹性疲乏还是怎么样，有时候我按一下，它会变成自动输入很多次翻下一页。那我就是在那个翻页就一直我还没要讲的东西就直接被学员看到了，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因为它后来越来越严重了，常常会出现这种问题。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在想说我要换下一支，可是在换下一支的时候，我有另外一支。好 ，G600 就帮各位介绍到这边，就是这一支算是传奇人物了。罗技的 Spotlight， 顾名思义，它就是那个有聚光灯效果的始祖啦，就算是始祖巨人，那个数位三宝的始祖巨人，开创一个时代的。好，这支叫罗技 Spotlight， 好，罗技 Spotlight， 我这支很贵哦，那个我记得当时是3990，抱歉，一支3990。但是我买的时候，我拿到这一支其实不用钱，为什么？因为我要创业自己当专职讲师的时候，从最后一间公司离职，看来我人缘还可以啦。就是我同事呢知道我要当简报讲师嘛，他们就几个同事就当做送我的退伍礼物啊，就帮我买了一支这个，所以我可以免费拿到，算是蛮幸运的。
那我们看一下它的优缺点哦。先看优点，不用讲了，它开创一个时代。这个数位三宝应该就是它最有名、最早出现的。可是呢，我觉得它是虽然开创了时代，但是很快被时代给抛弃了，因为它的学弟妹性价比都比它高，而且功能也都比它强，最重要是都一定比它便宜。我们看一下它最大的缺点，就是钱实在太贵了。哇，3000多块买一支简报笔，我真的是。我觉得这个钱可以省下来，对，就是不用特别去买这一支啊。罗技拍摄啊，我现在的键盘跟那个滑鼠还是用罗技的，可是你这支真的太贵了，真的太贵了，而且你没办法降价，因为你可能研发成本就那么高。但是现在的你的学弟妹都比你便宜。然后另外它的音量控制是用手势的，这个是没办法，有的话很好啦，那个最好是按键控制，手势控制就没办法微调。你知道有时候就是我要刚好那个音量，那你手势要上下，感觉那个讲师跟那个手跟中风一样，我是真的是不喜欢啦。好，那我在想要换掉，刚才不讲要换掉那个霍克 G600 吗？所以那个时候就在选，就这一支被我入手。但是其实我不是要买这一支到我手上其实是一个美丽的误会。为什么？我是要买它的高阶版，可是为什么会判断错误呢？我待会讲你就知道了。我们先看它的优缺点吧。这一支呢最大的优点，我觉得就是它真的很便宜。你看不到500块，台币400多块出头。我记得我在淘宝买的吧。有时候那种那个什么那个什么。光棍节啊，你买的时候可能更便宜，真的很便宜，而且还包运费，我觉得真的超级便宜。另外，它的遥控接头从这边开始，遥控接头就是双头龙了，那双头龙真的是蛮不错的，就是你想要 Type A 也可以用，然后 Type C 也可以用。好，那另外它支援的这个雷射笔是绿光，是绿光。我就是站在这边，我想说，正常来讲就是你同一个系列。比较高阶的版本应该都是绿光嘛，然后比较低阶应该是红光，然后这一支有红光版也有绿光版，然后我当然选绿光版。其实我要选它的高阶版，那高阶版呢居然是红光版的，待会会介绍的下面那一支。好，那这一支呢，基本上性价比蛮高的，尤其是如果说你不想要花太多钱，但是你想要有感升级你的简报器的话，我觉得如果说你们公司或者你现在用的简报笔是以下这2支，罗技又来了，对不对？我这样是针对罗技是不是？就是那个罗技的 R400 红光的那一支，跟罗技的 R800，这是它的缺点了啊。来，罗技的 R400 跟罗技的 R800这2支其实现在买都还是有1000多块到2000多块那塑胶机壳，然后有红光跟绿光，然后是用那个什么4号电池。加上呢，它的那个接收器又是 Type A 而已，它没有双头龙。然后我觉得性价比这支比较高。如果说现在是这2支，你想要换的话，你又不想花太多钱，那我建议你买这种就好了，买这种就好。对啊，它还可以调整音量，对啊，这是他们没有的，这可以调整音量，我觉得这而且它是按键调整音量就很准。你想要60就60，你就可以压一下。它如果你是那个按着都不动的话，我记得1秒钟之后它就变得下降很快。所以你不会因为要一直按觉得很麻烦，所以我觉得这个调得很准。我觉得如果音量控制有很好，但是手势跟按键我一定选按键。如果可以让我选的话，一定选按键。好，如果说你是旁边这2支的话，那我建议你如果想换的话，不想花钱就选这一支，好吧？我觉得这个是蛮划算的。好啦，那我们讲完美丽的误会，就来讲说我真的想要遇到的这一个简报器，就这一支贝斯。BSOH085 这一支，那我其实本来就想要买这种版本的，那为什么挑到它呢？我就觉得贝斯有点奇怪，明明就是更高阶的版本。好，我们先看一下这一支先介绍它的优点。从现在开始，你就遇到就是所谓的如果打游戏的6边形选手这是优点，它全包了。那除了自定按键没有之外，其他什么都有然后也很便宜，你看也才500多块而已。对啊，如果你想要再花点，像刚才你买罗技 R400 或者罗技 R800， 你花个550块，你就可以买一支进入次世代算是我目前用过最强的2支其中一支。我觉得这一支也是可以买，性价比应该也不差，性价比也不差。好，那它的小缺点我先讲小缺点，它有一大一小的缺点，我先讲小缺点。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要红光，就这个也没什么成本的问题啊。我如果是贝斯，我都已经高阶版了，我可能就是设定是绿光或者蓝光，就是直接蓝光可以打出去，也很亮那种。不知道为什么它高阶的2个版本全部都是红光版的，虽然说我不见得会用到，但是我觉得，对吧？你何苦呢？就是直接把它升成绿光版不就好了吗？好，那我们现在讲说它比较大的缺点，这支不知道是我买到机网还是怎么样，我已经是入手第2支了。各位，左边这一支左边这支就是我第1支用的，然后现在这一支用的，然后为什么要再买一支新的呢？因为这一支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它用到最后，我记得用了半年还是1年多这样子，然后它后面就开始会出现一些很奇怪的讯号，就有时候它完全不会动，有时候是一直动。就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是那个什么里面的 IC 版的发生什么问题，因为我是正常充电，我是正常使用，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呢，左边这一支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我就会害怕然后我就想说再买一支，因为当时还没有比这支更好用的，所以我还是买一支新的还是一样。然后这支现在用了快2年了，快1年多了，也是用了快1年多了。这支目前是没有这样的问题。好，没有什么，不知道我是少用还是怎么样，因为后面我买了最新的一支取代它，我就后来就越来越少用这一支了。那所以如果你要入手这一支的话，我希望你不要遇到像我一样的问题。我不知道是我运气真的很差还是怎么样，买到机网还是怎么样，就是它后面连充电都充不进去哦。对，就是连红灯什么线都充不进去了，但是又可以用。所以我不知道它现在是有电还是没电，还是只是充电灯坏掉，这个我不晓得。所以我后来我就把它供起来，就直接用这支新的。好啦，那这支其实如果没什么我刚才讲那个问题的话，这支其实我觉得蛮建议入手的，这个支还不错哦，而且很便宜，才575块而已，不到600块。好啦，那我现在用的是哪一支呢？这一支诺维 N97S， 那我也是在淘宝买的。各位，这是另外一位6边形战士啊。它除了录音字幕，刚才那个贝斯的那一支是有录音字幕，但是贝斯那支没有自定按键，我记得是没有。这支有，但是它没有录音字幕。刚好录音字幕是我不需要的，所以它有没有对我来讲没关系。可是它有个小缺点如果贝斯那一个按键音控它是可以用手势的这一个把它转到这边来的话，那诺维对我来讲就是无敌了，就是我该有的功能，我想要用的功能几乎全部都有了。好，不过这一支也是有小缺点，也是有小缺点。来，它是缺点有两个小缺点。第一个，我不知道，第一个缺点就是这个手势控制啊。第二个缺点就是这边，就不知道它后面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就这边会有2个其实很锐利的尖角就是很锐利的直角。其实手你不小心碰到的话，其实会受伤。它是很尖锐的，是非常尖锐，而且很硬，因为它金属机壳很硬啊。正常来讲，通常我买的后面几支其实都是做那种封闭式的，就这边会直接这样把它包起来，就变整个 model 是很圆滑。我不知道它为什么特别是没有特别功能啊，我不知道它省这种材料费也不需要。这版型如果我是诺维的我可以建议他们决策的话。我一定是把这个改掉，这个我真的觉得，而且不小心敲到，其实是很痛，它是会受伤，甚至会流血不过它其他功能真的太香了，所以除了手势控制我不喜欢的，其他我都 OK。然后双头龙这样子。好，这边就是2个缺点，第一个是手势控制，第二个就是它这边有一个小尖角。那如果说大家可以接受这一块的话，那我建议就买这一支。为什么呢？这一支是我用到目前为止，从以前到现在用到按键回馈感，我可以说是最棒、最 Q 弹的一支，真的是压下去那个手的回馈感，真的超棒的，就是每一支没有一支可以比得上它，而且是我可以讲是远远碾压其他任何一支，它的那个按键回馈感真的是超棒，真的是很棒。不过这个东西呢，是我个人的感觉啦。那也许你买了，你也觉得贝斯那一支按的比较好，但是我真的觉得这一个按键是最漂亮的，就是按键就是最好按的。好，那这5支就帮各位介绍。各位有没有发现这5支我这样介绍来介绍去，好像都或多或少有一些缺点，或者是就是有些优点它没办法完全具备。我们刚才介绍这几个优点，好像没有一支可以完全具备，同时具备这些优点。
那么市面上到底有没有哪一支简报器刚好可以满足我们刚才讲的所有优点呢？抱歉，没有，我还在找。如果各位有遇到，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些优点全部有包的，好，全部有包，价格贵一点我可以接受啊，欢迎大家就留言一下，然后分享给其他的网友、其他的伙伴，我一定会去买，就买回来用看。那目前我还没有遇到，我常常就是上那个淘宝、PC Home 啊、某某啊，看有没有说最新的简报器。那目前还是没有看到，就全部都有符合的。那我目前就是还是用诺维 97S 这一支，目前大部分除了手势控制跟那个尖角之外，尖角我可以接受了。如果手势控制可以那个变成按键控制就最棒了。好了，那这5支就帮各位介绍。我现在还是用这2支，我还是这2支是我目前的主力产品啊。这支是先发投手，如果先发投手突然哪一天就是发生什么事，我就直接再换救援投手，就这一支。目前就是这2支啊，不过这3支我还是会带在身上，就有时候当备用的啊，或者是让学员看说，哎，我以前有些学员想要摸摸看，或者有些学员想要试用看看，那你就自己拿去玩玩看这样子。好啦，那今天就到这边咯，希望我个人的经验可以帮助各位选简报器会比较方便一点。那如果你有遇到好的简报器，记得推荐给我呢，谢谢各位啦，拜拜。